国产 KO 的超越 X 终于来了，可以爆破海景房了。毕竟今天魂商炼金开了一批，依旧很贵，而且我们要装火花装甲什么的，还要多入几个，完带一盒就要10张多，实在吃不消呀。估计正因此，这2天每分钟都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测 KO。现在它终于到了，我不吃晚饭也要测给你们看，换一个赞不过分吧？可以看到盒子呢，不只是把所有的标都抹去了这么简单，它还把正面的皮套特写给换成了 HF 的官图。要不是今天被魂商店倒卖的刷屏了，不然还真注意不到。我们来打开盒子看一下，这手感多了一级哦，它是把这个说明书给还原出来了。正版的也是这样的设计嘛？看一下另外一侧呢，也要给印出来。新书里面的内容物呢和万代的是一致的，并不是像有人质疑的一样没有给备胎火花装甲，因为装甲是单独卖的另一盒，也没出过套装，而且里面还捆绑了融合装甲和另一把刀，这样一盒二手的也得5张多，还挺贵的。至于 KO 会不会做这一套装甲，我问过了，说的是超越 X 卖的好的话就会出，卖的一般的话当然就没有下文了。我们来打开盒子看一下，它的系数包装筋还挺紧的。你看看泰罗敞开的好头，自从它以后 KO 新品呢都会带一张防尘膜，当然除了大通，因为大通还是很权威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主体看起来还挺唬人的，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以假乱真，很多地方还是一眼假的。比如说大臂正面呢有横膜线，然后胳膊轴呢是没有涂装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调出来那种可以挂住关节材质的漆，一活动就会刮蹭掉。完了这里是给到了银色的涂装，然后就是右腰和胯部之间呢有一条明显的缝隙，比左边要大很多。整体看起来的话，就是右侧的腰腹呢是比较影响的，别的地方还好，身上这么细小的线条呢竟然还能看。涂装发的质感什么的也还好，也就是屁股上的黑色呢有点亮。它的重量方面是52克。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就是额头上的替换键、胸灯、眼睛以及身上的橙色线条。腰部有缝就说明它的腹部是有一些顺膜的，肯定就有人担心整体会不会比其他的奥特曼矮一些。我们拿一个万代的赛罗来对比一下，可以发现身高是一致的，也就是说整体是没问题的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头雕说的是挺有棱有角的，不过比起万代的肯定是要肉了不少嘛。虽然 X 的各形态我是相当喜欢的，但是最终形态这一个蓝眉毛是真的感觉辣眼睛。后脑勺处的刻画呢也还好。然后就眼睛呢，可以看到它有把蜂窝状细节还原出来，不过并不是做的万代那种是一块一块的效果，而是类似于水纹的那种感觉。比起绝大部分 KO 并不会给，而且第三方头雕也没有，是强了一些。头标替换插拔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组合度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会掉，因为是相当的紧实。就是它的一圈银色漆面感觉比头雕的要薄了不少。头标上的金白色涂装也有还原出来，不过可以看到有一些网格格状的细节，也就是说这里是用银印来还原出来的。离远了看还好，至少能看得出来是渐变色。主体上半身有很多的红橙黄线条，绝大部分的涂装偏差还可以接受。胸灯我是嫌万代颜色太淡了，就说改深一些吧，然后没几分钟就改好了。不过胸灯上下两端的网格状细节是阉割了。肩膀可以看到没有像其他的 KO 奥特曼一样有断层感，而且蝴蝶肩膀上的线条涂装也没有像他们一样阉割掉。除了腰腰那一块，其他地方的关节还算是紧凑。小臂装甲的分件不是很贴合，背后的分色涂装也同样的没毛病。正面比较明显的漆面问题就是腹部底下这个三角形黑色呢没有涂够，导致看起来不对称。从这里再往下就是蓝紫色的条纹，感觉涂装是比上半身要好了不少。再往下就少了，也就是腿部侧面、小腿正面以及脚背上有蓝色线条，其他地方就是单纯的银灰黑三种分色。可动方面可以看到低头幅度很差，抬头不错，平转的话大概是45度左右，胳膊的平台可以超过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。蝴蝶肩膀的可动幅度是相当的大，毕竟刚才都卡住肩膀了嘛。大臂根处可以平转，胳膊的曲轴幅度能够达到150度，手腕的可动挺灵活，弯腰和后仰的幅度都比较一般，倒是不会发生穿帮的情况。而你低头的话，后脑勺会出现一个空腔。胸腰胯部左右摆动的幅度还好，胯部的侧踢可以达到80多度，前踢90度，后踢15度。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幅度是150度左右。脚腕向内的接地性还不错，向外比较差。脚尖第一次掰开的话会比较紧，这样一圈绑下来之后，浑身的阻尼感除了肩胛的关节是很松，然后就是蝴蝶肩膀处会有一定的虚位之外，其他地方的阻尼感都是蛮舒服的。配件有6对手型，武器握持、指人、放松、飞行光线以及1对大张开手，还有一个捆绑给普通 X 的握持手。主体的情况还好，而手型上的飞边呢比较明显，然后是一个红色的替换胸灯。武器的话就是它的额头变了嘛，所以说配色是一样的。同样的这些分色也都是靠银印来还原的。替换键上有一个水口，建议先切掉，就是说它放大多数武器的一端会延出来一截，通过花哨连接呢就可以实现换形态了。当然也别忘了拿武器了，额头自然也要替换一下。最后修复建议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因为这是样品嘛。那些不用改模具的问题，我们从评论区里面提出来，反馈一下，过2天出大货的时候改过来就行了。所以这玩意也不需要修复吧。我就先帮大家看一下，首先替换火花装甲的话，它的这一个小腿需要拔起来嘛，可以看到替换插拔呢还是比较丝滑的，然后就是小臂也是。
这个呢就比较紧了，我转了这么多下呢，也只是拉出来一节，所以说这里替换的话需要泡一下热水，所以我是建议这里的连接要松一下。然后就是肩膀肩胛松动的问题呢，需要调紧一些。当然肩胛我只是指这一段转轴和球形关节和主体的连接不要调紧，因为它替换贝塔装甲的时候还需要拆下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国产超越 X 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右腰有些缝，身上有些很小的细节和分色呢是阉割掉了，整体的细节精细程度呢比万代要肉了很多，所以只能当一个及格的待产来玩。